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肌酸。在上期的视频中，我讲述了肌酸的概念以及它对运动，尤其是抗阻力训练方面的突出作用。这期我将把肌酸的另外一些大家可能不了解或存在误解的作用介绍一下。当然，请没有观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先去看上期视频，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期的内容。我们进入主题。很多人认为肌酸对于肌肉的爆发力、力量、体积有帮助作用，但是在耐力方面没有作用，甚至有负面作用。其实并非如此，肌酸对于增加肌肉耐力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肌酸可以增加细胞内 ATP 合成的数量和速度，这意味着耐力运动所需要的能量储备更加充分。同时，它还能延缓疲劳的产生，让身体在相同强度下能够持续更长的运动时间。其次，肌酸的补充增加了肌细胞的含水量，这个内容我们在上期视频提到过。在耐力运动中，身体每小时水分的丢失量会在1200毫升以上。如果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肌肉脱水的状况会更加严重。身体每丢失1%的水分，肌肉收缩的速度就会降低2%。所以，大多数耐力运动者运动速度的降低，不光是能量的缺失，水分丧失意味着身体能量代谢不能有效的产生。防止脱水一直是耐力运动项目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肌酸可以帮助保持身体的温度和水合状态，提高细胞内液体的保持能力，这对避免在耐力训练和比赛中出现脱水状态提供了有效的帮助。然后，肌酸可以提高糖原的储备。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赛前5天食用碳水化合物，同时补充肌酸，糖原的储备量会超过原有水平53%。高糖原储备对于耐力运动性能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食用肌酸对耐力训练和比赛非常有益。当然，有些人认为肌酸会增加肌肉的重量，从而增加了耐力运动的负担。如果你也有这个想法，说明你对肌纤维分类的知识并不了解。在肌肉纤维的分类那期视频中，我讲过，承担耐力运动的是1型肌纤维，这类肌纤维在经过训练以后，体积方面变化很小。那么补充肌酸增加了耐力肌纤维细胞的能量和水分，使这部分纤维在重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当对比肌肉重量和肌肉耐力表现增加的数值后，会发现即使增加了重量，提高的耐力运动表现更为明显，这就是力量会跑赢重量的概念。因此，肌酸对于耐力训练和比赛者都是更好的能量提升物质，并且在耐力运动的最后阶段，仍能让运动者保持更高的运动强度。肌酸不仅有助于提高耐力，更有助于减少脂肪，这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在 ATP 释放能量转化为 ADP 过程中，磷酸二酯化作用充当了重要角色。这个过程需要肌酸的参与，同时这个作用能促进脂肪酸的氧化，帮助身体减少脂肪。不止如此，大量科学研究发现，肌酸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让细胞更有效地利用葡萄糖，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和脂肪的代谢。通过这2个机制，肌酸可以直接促进脂肪的减少，而且因为补充肌酸可以提高肌肉的体积和质量，所以促进身体代谢热量的数字。同时，肌酸又提高训练强度，造成额外消耗更多的热量。通过这2点，肌酸又可以间接的减少脂肪。因此，在减脂营养补剂的5星排行榜上，大名鼎鼎的左旋肉碱排名为1星产品，而肌酸排名为3星产品，减脂效果大于左旋肉碱。关于左旋肉碱的一些事情，我以后会单制作视频跟大家聊。回到肌酸减脂的方面，我知道有些人会担心摄入后增加体重，但重要的是要区分体重增加和体脂增加的区别。身体的胖瘦是由身体的脂肪含量决定的，而不是体重。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谈到，肌酸增加的体重是瘦体重，是指增加的肌肉或者水分，而不是脂肪。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塑造更瘦的体型，肌酸就是适合你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肌酸为肌肉提供能量，用以减缓疲劳，提高肌肉的水分和糖原储备，提升了肌肉耐力的表现。同时，无需担心体重增加造成耐力表现降低的问题。肌酸参与的磷酸二酯化作用
可以直接促进脂肪酸的氧化，并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身体脂肪消耗的数量。结合上期的内容会发现，肌酸的补充对于各种类型的运动、各种类型的肌纤维都有帮助作用。那么肌酸都有哪些种类？不同种类的肌酸都有哪些特点？该如何选择？我将会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解。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